友靠我推荐进了公司，人事主管给了他一份裁员名单，他却偷偷把我的名字加了进去。但我忘了告诉他一件事，这家公司老板是我爸呀。徐美丽听说我进了本市一知名企业后，突然对我殷勤了许多。我看在大学4年室友的份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内推他进公司做人事。一次在卫生间，他和另外一个女同事在外面八卦。小美，我听说你和市场部的婉清是好友，可是我怎么感觉你们不是很熟呢？他嗤笑一声，就他呀，他哪里配做我的朋友？可我记得好像是他推荐你进公司来的呀。当初不过是因为知道他进了这个公司，我想让他帮我内推一下，暂时就委屈自己跟他走近了点。现在目的达到了，我跟他自然没有关系了。对了，我跟你说啊，他跟我可从来不是一路人。他不仅家里穷得叮当响，还特别虚荣，能进我们公司，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你以后可不要把我们混为一谈啊！听到这话，我心凉了半截，仔细回忆了一下，徐美丽为什么会觉得我穷？思来想去，应该是因为爷爷。我爸很早就创业成功了，但是我爷爷不喜欢城市里的喧哗，于是我爸在老家给他盘了一块地，让他高兴的时候自己打理。我那回刚上大学，是爷爷送我来的学校，当时他还带了自己种的花生和红薯送给室友。平时在学校我也尽量低调，一直没透露过自己的家境，没想到就被他这样误会了。从这刻起，我决定重新认识徐美丽了。回到工位，隔壁的梅姐突然凑了过来。婉清，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什么秘密啊？听说公司准备裁员了，这快年底了，那人事总监刘胖子想在领导面前邀功，于是想出了这么一个裁员的馊主意，刚刚还让徐美丽给他拟一份名单呢。我转头看去，徐美丽果然正在蔡坤的办公室里，她穿着丝袜短裙，表情羞怯地靠在他椅子旁，跟他说着什么，两个人看上去十分暧昧。我还没来得及吐槽，梅姐先嫌弃道：这徐美丽可真豁得出去呀，就蔡坤这么油腻好色的一个大叔，他都能吃得下去。这个我也无法理解啊。人家徐美丽才来公司2个月，已经挤兑走他们部门好几个老员工了。蔡坤把人力资源不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理。听说他们部门今年优秀员工也是他。有一次晚上我加班走得晚，可是亲眼看到他俩亲密的走出了电梯呢。这女孩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想上位也不能闭着眼瞎找吧。里面那位不仅又老又胖，家里可是有老婆孩子的呀。我震惊地看向他，梅姐表情认真地回道：你不知道吗？原本以为裁员这事怎么都轮不到我头上，结果刚下班，我爸的电话就打来了。闺女，你什么情况？为什么人事部交上来的裁员名单里面有你的名字？你应该去问问人事部啊，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好不容易求来上班的姑奶奶裁掉。对了，老爸，公司裁掉我会按照劳动法赔偿吧？这可不是我主动辞职的，我离职后是不是可以去全国自驾游了？你想得美，别做白日梦了。你等着，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把我的宝贝闺女抬掉。老爸，你先别冲动，我刚来公司不久，还是先别暴露我是你女儿的事，你把人事部的蔡坤喊去问问情况再说。你老把我驰骋商场这么多年，这个还需要你来叫吗？第二天，我提前到了我爸的办公室，没一会就听见敲门声，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立刻领意，钻进他身后的休息室。董事长，您找我？裁员名单我收到了，你想通过这个方式给公司增效吗？是啊，董事长，您可能不知道，据我跟各业务部门领导了解，咱们许多部门人员其实可以减掉一些的，现在一个人做2个人的工作完全够，所以我想裁掉一些浑水摸鱼的人，给那些努力工作的员工加一点工资。你看这样不仅能刺激员工的积极性，又为公司降低了成本，一举两得呀。不错，这是谁想出来的好主意呀？这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但细节推动是我们部门一个新员工在执行，这是有他一半的功劳。那裁员名单也是他做的吗？是他给的初始名单，然后我审核确认的。这上面有些人裁掉的原因，我现在还有些疑问，你把他叫来给我解释一下。过了一会儿，徐美丽就出现在董事长办公室。董事长好。她一进来就乖巧地朝我爸鞠了个躬，两边脸蛋红扑扑的，眼神止不住瞟了我爸好几眼。董事长，您真年轻，保养得真好。我心下一沉，这疯女人该不会看上我爸了吧？市场部的徐婉清，你们要把他裁掉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所知，你进公司还是因为他，现在你却把他放在了名单上，我挺好奇为什么。他愣了一下，脸色变了变，估计没想到我爸竟然会问这个，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董事长，不瞒你说，我和他确实是大学同学，但正因为是同学，我才真正了解他，才知道这样的人是不能继续留在我们公司的。你们可能不清楚，他虽然长得清纯，但是家里穷，人又特别虚荣。上大学的时候，我可是亲眼看见过他从老男人的豪车里下来好几次呢。而且他家里这么穷，他还经常买各种奢侈品，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我朝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不出意外的话，他口中的老男人除了我爸还能有谁？而且他工作能力一般，入职这么久，从来没有主动加过1天的班，我都怀疑他进咱们公司是那个老男人帮的忙。董事长，咱们可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他平时工作时间还经常偷懒，上卫生间一去就是半个小时，还经常在工作时间吃零食。我查了他电脑，还发现他竟然在工作时间偷偷写小说，这怎么能行呢？他拿着公司发的工资做自己的私事，这种员工一定不能留下啊！
你们俩是同学，如果觉得他做的不妥，那你为什么不私下先提醒他，而是直接把他放进了裁员的名单里呢？董事长，我虽然工作不久，但是知道公司分明才是一个员工应该有的工作态度。我全心全意对待公司，只想和公司一起成长得更好，不会被私人感情左右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公司已经是本市的龙头企业，员工背景其实可以稍微筛选的机会要优先给那些可以给公司带来资源的员工。婉清在农村出生，他上大学都是靠他爷爷卖菜筹来的学费，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还听说他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妈妈跟人跑了，他爸说是出去创业，但就他家那种情况，他爸肯定没钱又没学历，还创业呢，不知道在哪给人喂猪也不一定。像他这种单亲家庭，爹不疼娘不爱的，所以造就了他现在的三观不正，还有他平时就不怎么说话，总是闷闷的。我怀疑他有抑郁症，所以咱们先下手为强，免得他以后讹上我们公司。董事长，你说对吧？他一脸的兴奋，这时蔡坤朝他表情怪异的咳了一声，他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摆着手解释。董事长，对不起，单亲家庭也有像您这样优秀的父亲。没事，你接着说要裁他的原因。徐美丽见我爸好像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顿时松了口气，于是越说越激动。还有你们不知道啊，当初大学开学他爷爷送他来的，送给我们的竟然是花生和红薯，哈哈，实在太搞笑了。当时我就扔垃圾桶了，我都嫌弄脏了我的手，那玩意他们也能送得出手。闻言，我在里面捏紧了拳头，然后偷偷往外瞟了一眼，就见到我爸一张脸都快黑成炭了，但他还是努力维持仅存的理智。行，我知道了，你们出去吧。两人见状对视了一眼，以为自己说的话我爸都听进去了，瞬间觉得一切都稳了，挺直了腰板，高高兴兴出去了。他们走后，我第一件事就去找隔壁的梅姐要了公司人员的信息。我快速找到蔡坤，他信息里紧急联系人一栏里写着他老婆的电话号码，我赶紧存了下来，然后去楼下监控室拷贝了他们俩加班那几天的影像。果然不负我所望，两人还真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将监控剪辑好，拿出另一个手机，对着他老婆的号码就发送了过去。听说他老婆是个特别彪悍强势的女人，蔡坤是个上门女婿，对他一直恭恭敬敬的，怕得不得了，看来这下有他好受的。回到公司，正好看到徐美丽，我笑了笑，是时候送她一个惊喜了。收拾完总监，现在该轮到你了。婉清、小文和柳青待会要来找我吃饭，一起去吧。他说的那两个人是我们大学的室友，以前这种事我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我跟他们关系并不好，但今天我决定最后陪他玩玩，于是点头答应了。跟他一起到餐厅的时候，另外两个室友已经先到了。这家餐厅就在我们公司楼下，是米其林3星，人均600起步。那两个室友一直是徐美丽坚定的追随者，以前3个人在背后不知道说了我多少坏话，所以见到我跟徐美丽一起来还有些疑惑。柳青不爽地看了我一眼，嫌弃道：小美，你不是吧？你怎么把她也带来了？你反正都顺利进公司了，现在还巴结她干嘛呢？徐美丽看了看我，眼神流露出轻蔑，但还是假装大度地说道：哎呀，大家都是同学，一起吃顿饭叙叙旧嘛。也只有你人好才会带她玩，这餐厅可贵了。婉清，你肯定没有来过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吧？就是，小美姐，只有你这么单纯才会跟她玩，小心不要被她害了。李美丽小声地跟他们俩说：这家餐厅挺贵的，带她来，待会儿我们可以让她付钱啊。好家伙，他们是觉得我耳朵聋的听不到吗？我无语地看看他们写满了算计的脸，想让我做冤大头也要看看你们配不配。徐美丽做作地将包放在了桌上，这包是某奢侈品牌上个月才出的新款。天呐，小美姐，这是她家上个月才出的新款，网上都炒疯了，超贵的，这可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呀，你是怎么买到的呀？小文这番话可是极大的满足了徐美丽的虚荣心，她装作不在意。啊，这么火吗？我都不关心这些的，只是觉得挺好看的，拿来平时上班背的，我男朋友就给我买了。你男朋友对你也太好了吧，真羡慕你啊，而且你男朋友能买到这个包，说明身份肯定也不一般。就是都这么久了，小美，我们都只知道你男朋友是你们公司的，你都没有把他带出来跟我们见面，搞得这么神秘，真不够朋友啊。婉清，你和小美在一个公司，你总有一点风声吧？我看了看徐美丽，她表情明显紧张了起来，我慢悠悠回答道：她最近好像和他们的总监走得挺近的。总监是不是又帅又有能力啊？我皱了皱眉，脑海里的蔡坤实在是跟帅和有能力这两个词挂不上钩。他长得一般吧，不过我倒是听说他好像已经结婚了，所以……我还没说完，徐美丽立马站了起来，表情严肃地冲我吼道：婉清，你胡说什么？我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还敢当面造我的谣呢？我怎么可能跟蔡坤那样的人在一起？你胡说也要有个限度好不好？我又不是你，别把谁都想得跟你一样。婉清，你也太恶心了吧，我就知道美丽进了公司让你有了危机感，可是你怎么能这么污蔑她呢？就是，小美姐这种大美女，男朋友怎么可能才是部门总监的级别？怎么这也是总经理以上的吧？徐美丽愣了愣，随后仿佛想到了什么，面色红了红说道：我本来还不想跟你们说的，怕你们知道后觉得跟我有距离了，但是婉清今天在这胡乱造谣，我也要为自己澄清一下，其实我男朋友是我们公司董事长徐总。我差点笑出声来，这女人真的疯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多了个后妈？她虽然比我大20多岁，离异，还带着一个女儿，但是保养的超好，看上去比我也就大10多岁的样子，而且长得又帅还有钱，重要的是对我还特别好。她说我进公司第一天就被我给迷住了。看着他眉飞色舞的胡说八道，那好吧，今天我就要让你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代价。同学聚会上，心机女跟室友说，公司董事长是她的男朋友，可董事长明明是我爸呀。我本来还不想跟你们说的，怕你们知道以后觉得跟我有距离，但是婉清今天在这胡乱造谣，我也要为自己澄清一下。其实我男朋友是我们公司董事长陆总。我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这女人真的疯了吧？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多了个后妈？她虽然比我大20多岁，离异，还带一个女儿，但是保养的非常好，看上去比我也就大10多岁的样子，而且长得又帅还有钱，重要的是她还对我很好。我撇了撇嘴，趁他们不注意打开了手机录音。她说我进公司第一天就被我迷住了，然后就开始疯狂追我，接二连三给我送了很多礼物，每天坚持给我送一大束玫瑰到我家里，带我去了很多高级餐厅，还见了他的家人，认识了很多我们这个阶层根本就没机会认识的人。慢慢的我也就被他打动了，接受了他。家人，我来了兴趣。我爸独生子一个，和我妈离婚后就只有我和爷爷这2个家人了。我倒是挺好奇他究竟见了哪个。徐美丽，我听说董事长只有一个女儿和年迈的父亲了。对啊，我说的就是他女儿。他女儿现在还在国外读书，前段时间回国就带我见了一次。他女儿可喜欢我了，说我人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好。当然，这些事情你们这些基层员工肯定不会知道的。我不想在公司让大家对我特殊对待，所以让他不要暴露我们的关系。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说这些也是迫不得已。你们也知道办公室恋情公开的话会很影响工作的，所以婉清，你应该知道在公司要怎么做了吧？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转念一想又改口。不过也没关系，你明天就不用来公司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本来不想现在说的，但是大家同学一场，我就先跟你透个底吧。公司最近有裁员计划，你应该知道吧？你呢，就在裁员名单里，你也不要怪我，我已经帮你争取过的，还亲自跟我男朋友说过你是我同学，能不能网开一面？但是他和几个领导讨论了下，还是决定把你裁掉。你可不要怪我呀，这可是董事长和其他领导的意思。虽然你失去了这个机会很可惜，但是我相信你之后可以找到其他工作的，对吧？什么？婉清，你要被裁了呀？我就说嘛，就你怎么可能进这么大的公司？现在看来啊，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免得现在被裁了，丢脸死了。说完，3个人对视一眼，就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是吗？但是凭你和董事长的关系，你要是能说几句话，他不至于不帮你吧？婉清，小美姐平时对你够好了，你怎么现在还想着让她去帮你说话呢？你别太贪心了。不是啊，我只是觉得他和董事长如果是情侣关系的话，他说的话董事长应该会听吧。而且你们俩不是还在找工作吗？眼前这么好的机会，你们怎么不抓住呢？我起哄道。他们俩不明所以的互相看了一眼。什么？我是说让美丽帮你们去引荐一下。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公司的工资可高了，你们俩到时候凭借他的关系，至少能做个部门经理吧，在公司不用干什么事，也能领很高的工资。两人听见我说的话，顿时两眼放光。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小美，我俩现在工作都还没着落呢，我们关系这么好，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徐美丽心虚的瞟了我一眼，然后支支吾吾道：不是我不想帮你们，而是我跟他刚确定恋爱关系没多久，你们这样会让我很为难的。怎么会呢？董事长这么喜欢你，怎么可能为这一点小事就跟你产生隔阂呢？刚才不是你说的吗？大家同学一场，我就不说了。但是你和小文和柳青的关系一直这么好，他俩现在找工作这么难，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帮他们了。你不会好事只想一个人占吧？怕他们进去抢了你的位置，你们可是好朋友啊！你胡说什么呢？你别想在这挑拨离间。我跟你说，我对小文和柳青可是掏心掏肺的，我们3个人是永远的铁三角，不是你在这胡说几句就可以挑拨开的。那好啊，那你就帮帮他们证明给大家看看。就是啊，小美姐，你们可是情侣，让我们进你们公司，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你要是这都不帮我们，我对你可就太失望了。徐美丽被架了起来，见她咬了咬牙，然后慢慢才张口。好吧，那我试试。我在一旁差点笑出来，她也真是的，为了装什么都敢答应啊，那我可要看好戏了。还是小美有本事啊，刚好我们吃完饭不是马上就要回公司吗？你要不然带他们2个一起去公司提前参观参观。好啊好啊，待会我们跟你们一起回去吧，我还没去过这么高级的写字楼呢，带我们见见世面。见徐美丽一张仿佛便秘的脸，我心情顿时好了许多。看到这里的宝子们，我有预感，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你今年就要转运了。留下一句八方来财，你在这个夏天必定财运滚滚，福气连连。眼见都快1点半了，饭也吃得差不多，我把服务员喊了过来。服务员拿着账单走过来。小姐你好，你们一共消费3800元，请问是哪位结账？那3个人立刻默契地将头转向了窗外。我把账单直接推给徐美丽，她惊讶地看向我。我没有说我要请客啊，我明天就要被裁了，成了无业游民，没收入，你不会还要打我的主意吧？再说了，你都快成老板娘了，还差这点钱吗？董事长应该不至于这么抠吧，连一点零花钱都不给你。听我说的有道理，小文接嘴道。是啊，
反正你现在找了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难道一顿饭都请不起吗？小美姐，咱们今天让这个女人好好看看，免得她以后出去乱说你的坏话。如果你不想付的话，我听说董事长在这里好像是有卡的，要不咱们直接用他的卡，你用男朋友的，他应该不会说什么吧？要不现在打电话问问他密码？听我说出这个，他顿时慌了。不用这么麻烦，他今天出差了，现在在飞机上呢，不就是一顿饭吗？这点钱我徐美丽请得起。说完，他很不情愿的去了前台结账。呵呵，他现在入职才2个月，都还没转正，拿的还是实习工资，1个月也才8000块，这一顿饭就用掉了他半个月的工资了。打肿脸充胖子，我喜欢。马屁二人组跟着我们一起回了公司，一路上叽叽喳喳，兴奋的不行。徐美丽在进大楼前，再三叮嘱他们2个一定不要在公司暴露她和董事长的关系。在得到保证后，这才稍微安心了一点。刚进门，好巧不巧就遇到了蔡坤。他看见徐美丽带着2个年轻女孩进来，眼睛里顿时放光，凑过来殷勤的问道：“这是你的同学？”徐美丽表情不自然的嗯了一声，想赶快拉着2个人走，但我怎么能让她如愿？我一把拉住小文的手，介绍道：“蔡经理，这是我和徐美丽共同的大学同学小文和柳青，他们俩可是美丽最好的朋友呢。今天带他们来参观一下公司。这位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跟小美关系很好的总监。”我敏锐的捕捉到柳青脸上一闪而过的嫌弃表情，但还是碍于面子，甜甜的朝他笑了笑。李经理，你好，我们经常听小美提起你，听说您对她很照顾。蔡坤听闻，笑的眼睛都快找不到了。看来小美都跟你们说了呀。我知道他误会了什么，于是连忙接话道：“是啊，小美什么都跟我们说了。”徐美丽怕再待下去就暴露了，于是再次慌忙的想拉着他们2个逃离。蔡经理，你先忙，我带他们去其他地方转转。可是蔡坤怎么会放过在他朋友前表现的机会？我今天不忙，我带你们去吧。说完，大步跨到前面去，跟徐美丽并排走在一起。因为出了公司大门，他看了看周围没人，于是直接摸到了徐美丽的手。哎，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公司的意思是想帮他考察我，对吧？确实是我亏待了美丽，今天既然把朋友都带来见我了，那我也不能没有担当。你们都是朋友，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的苦衷，但你们给我一点时间，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跟家里那个离婚，然后娶你的。他这一番话直接将面前的几个人震傻了。小文最先反应过来，他大吼道：“你个老秃子想什么呢？小美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个像猪头一样的玩意？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离婚娶她，我们小美看得上你吗？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吗？”这一顿输出让蔡坤傻傻愣在原地，看了看徐美丽，又看了看小文。宝贝，他在说什么？徐美丽支支吾吾，有点误会。蔡坤连忙表忠心：“我知道你是觉得委屈了你，但是你放心，我今天在你朋友面前保证，我一定会跟家里那个母老虎离婚娶你的。”就在这时，一个40几岁的中年妇女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刚好看到蔡坤抓着徐美丽表忠心，她气得脸都绿了。好啊，你们竟然敢背着我搞破鞋！蔡坤，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敢在外面给我找女人，你的腿不想要了是吗？蔡坤吓得额头冒出了冷汗，一手拉着女人求饶：“老婆，你怎么来了？都是误会啊！我不来能知道你在公司给我搞这些事？老婆，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他勾引我的，跟我没关系。”他们这一闹，瞬间将公司员工全部炸了出来，大家围在门口吃瓜。徐美丽不可思议地看向他：“蔡坤，你胡说什么呀？我一刚毕业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你们这是诽谤，我要告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这对我的名誉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小文觉得徐美丽说的有道理，于是也应记了不少。我们真真怎么可能看上你家那个老头啊？你给老子起开！蔡坤老婆大吼一声，他立刻吓得缩了回去，接着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机点了2下，然后将视频直接对到了他们面前。你们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了，这里面的2个人是他们吧？小文和柳青震惊的看完视频，一脸的不可置信。小美，这真的是你吗？你男朋友不是你们董事长吗？你怎么还会跟他在一起啊？董事长？什么董事长？就是小美跟我们说，她男朋友是咱们董事长陆总。周围顿时响起一串惊呼，徐美丽明显慌了神，低着头谁都不敢看。徐美丽，你可真不要脸呢！你不仅勾引我，还勾搭上了董事长。蔡坤气急败坏。这时他老婆眼睛看到了徐美丽背着的包，我还奇怪呢，我才买1个月的包，怎么就无缘无故不见了？原来是到了你身上了。说完，他用力从他肩膀上将包扯掉。他回头恶狠狠盯着蔡坤：“你要不要跟我好好解释一下，我的包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我告诉你，那视频明明就是你骚扰小美，我们小美真正的男朋友是你们公司的董事长。要是被他知道你在这儿这么骚扰他的女朋友，蔡经理就等着被开除吧。”徐美丽拉了拉他们2个，示意他们不要再说什么了，但小文油盐不进。你刚刚让我们不要说是怕暴露你们的关系，可是现在你都被欺负到头上来了，还瞒着干什么？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以后在公司你可不是被随便骚扰随便欺负的。说完，他得意洋洋地看了看周围。这时候我觉得是到我出场的时候了。
你跟我们说你跟董事长在一起的事，其实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而已。我现在有一点怀疑真实性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证明看，你们是不是情侣关系呀？徐美丽手抖了抖，小文顿时也反应过来。是啊，你从来没有让我们见过他，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小美，要不然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证明一下。徐美丽看了看周围所有的同事，苍白着一张脸，嘴唇紧咬着，一副明显心虚的样子。小美，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同学聚会上，心机女这样跟我们说。其实我男朋友是我们公司董事长陆总，他虽然比我大20多岁，离异还带一个女儿，但是保养的超好，看上去比我也就大10多岁的样子，而且长得又帅还有钱，重要的是还对我特别好。我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他不知道的是，董事长其实是我爸呀。这女人真的疯了吧？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多了个后妈？回到公司，他就因为跟领导关系不清，被人家老婆抓了个正着。好啊，你们竟敢背着我搞破鞋！蔡坤，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敢在外面给我找女人？我看你这条腿不想要了是吗？蔡坤吓得额头冒出了冷汗，一手拉着女人求饶道：老婆，你怎么来了？这都是误会呀，你别生气。是吗？我要是不来的话，能知道你在公司给我搞这些破事？老婆，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他勾引我的，跟我没关系。他明知道我有老婆孩子的。他们这一闹，瞬间将公司员工全部炸了出来，大家都围在门口吃瓜。蔡坤，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刚毕业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你们这是诽谤，我要告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这对我的名誉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小文也觉得徐美丽说的有道理，于是硬气了不少，梗着脖子就和大妈开撕。我们家小美怎么可能看上你家那个老头啊？你搞清楚再骂人好不好？你信不信我们报警啊？你给老娘起开！蔡坤老婆大吼一声，吓得小文也不敢吱声了。接着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机，点了2下，然后将视频直接对到了他们面前。他放的视频就是我上午发给他的那一段，是俩人在电梯里鬼混的场面。你们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了，这里面的2个人是他们吧？小文和柳青捂住嘴，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半天才说道：小美姐，这真的是你吗？你男朋友不是你们的董事长吗？你怎么还会跟他在一起？董事长？什么董事长？就是徐美丽跟我们说，她男朋友是咱们董事长陆长远。我大声道，周围顿时响起一串惊呼。徐美丽这时明显慌了神，低着头谁都不敢看。徐美丽，你可真不要脸呢！你不仅勾引我，还勾搭上了董事长了。蔡坤气急败坏道。这时他老婆眼睛看到了徐美丽背着的包，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还奇怪呢，我才买1个月的包，怎么就无缘无故不见了？原来是到你这个小可爱的身上。说完，他用力将包从徐美丽的肩膀上扯下来，回头恶狠狠地盯着蔡坤。你要不要跟我好好解释一下，我的包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你要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老娘今天就废了你！我告诉你，那视频明明就是你老公骚扰我闺蜜的。我们小美真正的男朋友是你们公司的董事长，要是被他知道你在这里骚扰他的女朋友，蔡经理就等着被开除吧。徐美丽拉了拉他们2个，示意他们不要再说什么了。但是小文油盐不进，以为徐美丽是被人冤枉的。你刚刚让我们不要说，是怕暴露你们的关系，可是现在你都被欺负到头上来了，那还瞒着干什么？我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以后在公司你可不是被随便骚扰随便欺负的。说完他还得意洋洋地看了看周围。这时候我觉得是到我出场的时候了，于是我问徐美丽，你跟我们说你和董事长在一起的事，其实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而已。我现在有一点怀疑真实性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证明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情侣关系呀？徐美丽手抖了抖，小文顿时也反应过来。是啊，你从来没有让我们见过他，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小美姐，要不然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证明一下。徐美丽看了看周围所有的同事，苍白着一张脸，嘴唇紧咬着，一副明显心虚的样子。小美姐，你在聚会上说的那些话，该不会都是骗我们的吧？怎么可能？她马上否认，又把矛头指向我。婉清，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过得比你好，你不高兴了是吧？所以故意要在这里胡说让我难堪，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好啊，那你就证明一下我是不是胡说，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现在就给陆总打电话。听我这么说，徐美丽半天不吭声，于是我就乘胜追击。你该不会连他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吧？谁说的？我们平时为了避嫌都不用电话联系的。我差点被他逗笑了。呵呵，你们既然是恋人，但女朋友连男朋友的号码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要不然我帮你打。说完，我快速掏出手机，直接将老爸的电话拨了过去。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会有董事长的电话，一个个都愣在原地，睁大了眼。别听他吹牛，他怎么可能有陆总的电话？小文不相信，我轻蔑地斜了他一眼。很快那边响起了董事长陆长远的声音，他这声音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话筒里面传过来的声音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而他说出来的话让所有人顿时明白我们俩的关系绝对非同一般。我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董事长你好呀，我现在在公司呢，咱们公司的徐美丽你还记得吗？徐美丽，
这名字有点耳熟，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上次那个闹着要把你裁了的那个实习生吗？他不是你同学吗？你问我干嘛？你不会还要帮他求情吧？恭喜你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哦，他现在就在我身边。哎呦，我的宝贝女儿，你可不能这么善良，你帮了别人，人家却想尽办法想把你踢出去，这种农夫与蛇的事咱们干一次就够了，我回去就把他开除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这个样子，我还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啊？我清楚听见了周围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老爸，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是他跟我们说你是他的男朋友，我来问问这事是真的吗？你是想给我找一个后妈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立刻高了8度。闺女，我看你是疯了吧？玩笑都开到你爸头上来了，我这辈子除了你妈就没有过其他的女人。再说了，你爸就算要给你找后妈，也不会找她呀。我在你心里什么有那么差吗？这话一出，再次让周围惊起波动。我就知道老爸你眼光没那么差。好了，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还有事要处理呢。挂了电话，我抬头看了看徐美丽，这时候她都快要哭了。小文不可置信地瞪向我，你怎么可能是董事长的女儿啊？我白了他一眼。要不我把户口簿给你们确认一下。婉清，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对了，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你们看不起的那个送红薯的老爷爷，是陆长远的亲生父亲，也是我最敬重的爷爷。听我这么说，几个人都惊呆了。小文第一个反应过来，直接走到我身边，一脸谄媚地说道：婉清，对不起啊，是我们被徐美丽给骗了，是我们狗眼看人低，这一切都要怪她，是她整天在我们跟前说你的坏话，说你爱慕虚荣，家里还穷，所以让我们不要跟你玩。对不起啊，是我们错了，要是知道你大小姐的身份，打死我们也不敢找你的麻烦，希望你能原谅我们啊。就是，婉清，你可一定不要介意啊，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跟她做朋友了，我们也是被骗了，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们计较啊。我看了看态度180度转变的2个大学室友，有些想笑。你们俩把我婉清当傻子吗？我今天不妨告诉你们，4年前我不缺你们这2个朋友，4年后我依然不缺。今天我心情好就放你们一马，不追究以前的事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你们俩给我记住了，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懂吗？他们2个忙点头如捣蒜，不停跟我道歉，然后转身一溜烟跑了。再回头就看到一旁早已吓得不行的徐美丽和蔡坤。你们2个呢？从今天开始被公司开除了。然后我看了看蔡坤的老婆，大姐，这2个人从此以后跟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你带走自己处置吧。他点了点头，然后招了招手。2个大汉不知道什么时候混了进来，蔡坤瞬间慌了，吓得直接跪在他老婆面前。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他老婆眼睛都没眨一下。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带出去，后面的事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吧。2个人点了点头，一前一后将徐美丽和蔡坤架着走出去。徐美丽路过我旁边，忽然将我的手抓住。婉清，求求你救救我，我不能被他们抓去啊。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将手臂从她手里抽出来。徐美丽，你是不是求错人了？你要搞清楚，我们2个从来都不是朋友，我是看在大学室友的份上才帮你进公司，可你却恩将仇报，千方百计的想把我从公司赶走，你现在还有什么脸面让我帮你？说完我不再看他，也不听他在外面吼叫，径直进了办公室，只留了一个背影给他。他自己造的孽还是自己还吧，全集完。小李啊，公司让我通知你，下个月开始你的月薪从25000元降至1万元，你没意见吧？理由呢？这次降薪是上面的意思，一带个头，你们组里就你薪水最多，同事们的意见都很大，而且不利于团结。公司什么时候公开过待遇？不是说不让讨论薪水吗？其他同事怎么会清楚？这个嘛，这是包不住火的。还有今年你的18万年终奖也被领导平衡了，分给了新来的陆浩。年轻人需要鼓励，这样才能尽快的成长起来。我知道你暂时难以接受，但是你也要理解公司的难处啊。行啊，没问题。好，你越来越有大局观了，我很看好你。李晨只觉得可笑，辛苦干了1年，赶工期的时候几乎整天都在项目上，不但没有了额外的奖励，还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回到工位上，新人陆浩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李哥，我体质偏寒，原来那个位置没阳光，我跟陆总申请坐在这里，你跟我换一下不介意吧？我桌子上的东西呢？哎呀，李哥，你不会生气了吧？要是你生气的话，我换回来就是了。你的东西都在那边，一样也没有少。李晨看了看周围的组员，平时嘻嘻哈哈的围着自己拍马屁，现在都低着头假装很忙的样子。不用了，你爱做就做个够吧，组长也让你做好了。李哥，你说真的吗？刚才陆经理也跟我谈话，让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承担，他让我多帮你分担一些，我还害怕你不高兴呢。他的话音刚落，陆总就过来当着全场宣布，今年开始我们组实行轮岗制，陆浩之前有2年的海外留学经验，技术上肯定没问题，语言上也有优势，从今天起他就是新任组长了。那个案子项目负责人也转给他。李晨，你也忙了1整年，可以趁这个机会歇一歇了。众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办公室一瞬间都安静了下来。谁都知道陆浩是陆总的外甥，在海外花钱混了个文凭回来，英语说的都烫嘴，现在为了工作连演都不演，直接应付上位了。恭喜啊，陆组长今后可要带领着我们再创辉煌了。
不一会儿，陆总走后，李晨转身走到了楼梯间，拨通了甲方的电话。舅舅，给我们公司负责的那个项目，先不着急打款。我们老板说了，钱太多会影响团结。什么？还有人嫌钱太多？你真是把舅舅我都叫了。说吧，咋回事啊？今天我遇到一群神经病，让人倒胃口。是不是被你们公司给欺负了？我早就叫你回来到自家公司舒服当甲方，可你不听，非要去乙方那边干苦逼技术活。现在知道后悔了吧？你赶紧回来帮家里打理这一大摊子的事。是后悔了，但还不到走的时候。啥叫还不到走的时候？你们那个这么大的公司，你还留着干嘛？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舅舅，你来评评理，公司突然只降薪我一个人，而且我组长的职位也被撤掉，年终奖全给了新来的陆浩。这一切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真相，就是不花1分钱赔偿，逼我自己辞职走人。近年来地产不景气，连带着建筑行业也很惨，设计行业日子本来一天比一天难过，走就走吧，别去耗时间了。不行，我们公司用这种手段逼走了很多骨干，我实在看不下去。舅舅，公司不知道你和我的关系吗？我没有提起过，你妈看你四处奔波不容易，才让我把家里5星级酒店设计方案委托给你们公司的。舅舅怕你年底拿不到年终奖不高兴，今天特意交代财务，提前给你们公司拨付1半的设计费用。难怪啊，在确定明天甲方会打款之后，生怕身为项目负责人的我分到大头奖金，公司火速把我撤职了。哎，你们公司那群人想裁掉的可是大金主呀！这次的项目设计费用可是2000多万，就算要裁员，给我合理的赔偿，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今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我一个老员工绝对不能接受。那你打算怎么办？继续待着吗？我还没打算好怎么办，先待着，顺便欣赏一下他们是怎么庆祝年终奖的。看到这里的宝子们，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困难，能刷到这条视频，说明你要上岸了。你要相信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留下一句上岸了，你在这个春天必定福气连连。正好到了下午2点，李晨踩着点进了办公室，办公桌还是刚才陆浩搬过来乱糟糟的样子，东西堆满了桌子，电脑主机线都没有接上。李晨看了一眼，就准备往厕所走。李晨，酒店行政图的设计优化图纸改好了发给我，甲方项目经理一直在催我。陆浩看到李晨像是见到了救星，急急忙忙就冲了过来。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我先去趟厕所。在厕所里，李晨打开了手机免打扰模式，先双排打了一把游戏，然后又看起了电视，腿都有点端麻了。就在他想站起来打算再刷一会儿短视频，突然就听到陆浩杀猪一样的声音在门口喊道：小李，你掉坑里了吗？我打了10几个电话你也不接，甲方又在催了，你听到了没有啊？等他咆哮了一会，李晨这才慢悠悠的走了出来。哦，我手机不小心打开了免打扰模式，今天有点拉肚子，不好意思啊。陆浩急疯了，顾不上生气，直接拉着李晨回到了工位上。你别啰嗦了，赶紧画方案吧。不行啊，我电脑都没有连好，怎样画？你先去我电脑上画。小陈，你帮他连一下电脑。不行啊，别人的电脑我用不惯。陆浩很是无语，发现李晨就是故意的，接着便发火了。不想画就别画了。小陈，你把这个图纸优化一下，我不信这个公司没有他就转不动了。小陈支支吾吾说自己之前画的方案都被毙了几次，表示这个项目经理是专业出身，既挑剔又不好糊弄，除了李晨，没人能让他满意。陆浩刚来部门没多久，还不太了解这个情况。不就是个方案优化吗？跟我当初申请外国作品集比起来简单多了，我亲自来。是啊，陆组长这种海归人才亲自出马，那肯定得惊艳甲方啊。李晨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手机打开了消消乐。陆浩打开了画图，琢磨了半天也没动手。5分钟后，他问了小陈一句：小陈，复制图形点哪个按钮啊？陆组长，你这海归人才问出这种问题，不应该啊。我们在国外用的都是苹果系统，这种老土的系统根本用不惯。行，你开心就好，最好让甲方也跟你换一样的电脑系统。陆浩折腾了半天，似乎怎么都不顺手，拉着小陈坐到一旁，他口头指挥小陈操作修改。两个人吭哧吭哧的搞了一下午都没有改好，陆浩都已经娇滴滴的给甲方那个项目经理打了好几个电话道歉。5点29分，李晨踩着点打卡，下班时间一到，立马就刷脸消失在办公室。没想到他刚出停车场，陆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小李，别人都在忙着改图纸，你去哪了？甲方催了1个下午，你聋了还是瞎了？马上给我回来加班，今晚12点之前必须交图。甲方没有找我，再说了，陆组长亲自出马，甲方还不是被轻松拿捏，所以我就不在那里添乱，先下班了。他刚上任，没你熟悉甲方的喜好，你赶紧回来，这是死命令。年终奖你还想不想要了？我的年终奖不是已经分给陆浩了吗？正好让他把我的班也加了吧。行，我看你是1分钱也别想要了。陆总恶狠狠地挂了电话。第二天9点，李晨准时上班打卡。李哥，你可算来了，昨晚一直联系不上你，我们都快要疯了。我们一直改方案，可甲方就是不通过，陆总还让我们集体加班，不准我们回家。李晨看着他们，想到无数个日夜，自己也曾并肩作战攻克这个项目，但是昨天自己被撤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哪怕是一句安慰也没有。这年头工作不容易，每个人都有难处，李晨理解，但不代表他心里就不介意。陆组长可是高级海归人才，
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那是当然，我出马肯定是10拿9稳，要不然怎么我是组长呢？能力不足的人只能打杂。陆浩意气风发的走了进来，一扫昨天改方案时的焦头烂额，看上去不像通宵加班过的样子。陆总紧随其后，现在也是一脸的得意。小李啊，我就说还是年轻人能力强，思路广。你以为没有你画图，甲方就过不了？没想到吧？人家小陆连夜搞定了甲方。陆组长的能力确实让人佩服啊！昨晚甲方李总还问我，为什么我们公司突然换了项目负责人？对方说如果影响项目，会追究我们公司的法律责任。这个李总一直很负责，我还替公司担心了一晚上呢。今天你们接着整。昨天陆浩已经和甲方说好了，图纸可以拖到今晚12点再交。没错，李晨，你的电脑已经找人装好了，这次你没有借口不改图了吧？哦，原来所谓的搞定甲方是拖了1天再交图。好啊，上班的时候我一定认真的改。你这个工作态度就对了嘛，只要甲方满意了，等下午回款到账，我还是会让财务给你补个几百块的年终奖。陆总和陆浩见李晨屈服，笑着走了。陆浩还对小陈使了个眼色，大概意思就是让他盯着点李晨。等他们离开后，李晨随手打开电脑，然后打开手机。过了30分钟，站在旁边的小陈一脸便秘似的。李哥，甲方好像又在群里催了，你能不能快点啊？没有啊，别担心，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李哥，陆组长他新建了一个项目工作群，你没在里面。感情是把我踢出了项目组了呀？既然我都不在群里了，那可能这个项目不需要我了。李晨，甲方那边都火烧眉毛了，一直在催，你到底还有多久才能交图？陆总也紧跟其后，怒吼道：“小李，我看你是要造反啊！仗着有点技术就不可一世，现在连工作都不想要了吗？能干就干，干不了就麻溜的给我收拾东西滚蛋！”行啊，无固定期限合同2万赔偿，今天到账，我立马打包走人。想得美，公司没追究你不负责任就已经够意思了。公司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建筑圈这么小，你闹得这么僵，我看你是想以后被封杀吧？哼，没想到人可以这么无耻。这些年我兢兢业业为公司拿了多少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值，而你因为自己的亲戚要上位，就这么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不别员工当人看，还要用断送前程来威胁我，我还真想看看你是怎么封杀我的。陆总又想开骂，这时候财务满脸通红的跑了过来。陆总，不好了，出大事了！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的服务没让他们满意，这可怎么办呢？什么？两人同时惊呼出声，而李晨一脸幸灾乐祸的看着他们。小李，你被开除了，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行啊，不干就不干，开除我可以，按规定赔偿，我立马打包走人。还想要赔偿？做什么白日梦？就你这种态度，我分分钟就可以让整个行业封杀你，以后你就别想在这行混了。没想到你这么无耻，这些年我为公司拿了多少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值，而你为了亲戚上位，就把人踩在脚底下，不把员工当人看，还要以前途来威胁我，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封杀我的。这时财务急匆匆的跑了进来。陆总，不好了，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的服务没让他们满意。陆总闻之色变，顾不上骂李晨，急哄哄的往办公室跑去。小李，就是因为你不顾大局，现在甲方很不满，已经严重影响到打款，你自己看着办吧。耽误了发年终奖，你自己去跟全公司的人解释。关我什么事？我既不是项目负责人，又不负责经营回款，我要解释什么？最关键的是年终奖也没我的份，我有什么好怕的？哼，我等下再收拾你。陆浩，你是领导，你说说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昨天不是说已经搞定甲方了吗？我也没办法呀，谁知道小李最近一直不肯改方案，甲方上面还有别的领导，我们迟迟不交图纸，甲方肯定得发火啊。老板，你把责任都推给了我，难道忘了这个项目负责人是李晨吗？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他牵的线，他就得负责回款。陆总似乎才想起这茬，语气居然瞬间温和了下来。小李啊，刚刚我火气太大了，也是被甲方催的，你别介意啊。这个项目既然当初是你拉来的，那你去找找中间人说说，先把进度款付了吧。放心，回了款，你的那部分奖励公司还是会考虑的。别啊，一个人扛太多不利于公司团结，还是分摊给大家吧。而且现在陆浩可是组长，他也是海归，难道还搞不定对方吗？小李，你们公司的那个什么陆总今天想来公司拜访我，我都没让他们进来，几个人在大堂等了一个下午，最后我直接叫人把他们赶出去了，更别说要钱了。老舅，你可以啊，有觉悟就该这么办他，咱们的关系现在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不让我说，我怎么会告诉他们呢？谁让我是你亲舅舅呢？他们那么对你，我肯定得帮你。谢谢你舅舅，公司真的太欺负人了，我这次一定要跟他们斗争到底。你的老板也真是的，本来花点小钱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闹成现在这个样子。财源想挑软柿子捏，没想到才到了大动脉，这回可有他们受的了。晚上李晨一个人在家，老板竟然带着陆浩上门了。小李啊，是我们不对，以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没顾及到你的感受，这次就当我求你了，你去找中间人谈谈合约和回款的事吧。这眼看就要过年了，你也不想看着大家辛苦一年，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吧？实在不行，你找中间人说说，好歹让甲方的高层和我们见一见，我当面去和他谈。老板说完，又示意陆浩也说几句客套话。李哥，对不起。陆浩不咸不淡地说了句：“陆总，不是我不想帮你，我只是个刚被撤职的普通员工而已，真的扛不起那么重大的责任，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小李，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我就给你恢复原来的职位和薪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还是你，你看怎么样？不必了，您还是把这个重任留给陆浩吧，我可消受不起。我怕等回款一到账，你一句话又把我给开了，还顺带着要在行业里封杀我呢。所以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我可不想趟这趟浑水。陆总身居高位久了，哪里受过这样的憋屈，恶狠狠地说道：“小李，你真以为公司离开了你就不能运作了吗？我告诉你，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陆总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第二天，李晨依旧踩点上班打卡。你还真敢来上班啊？那我告诉你，你已经被公司裁了，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你要是再敢来，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为了盗窃商业机密。不过你要是能服软，或许我可以考虑跟陆总求情，让你留下来打杂。李晨直接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好，你再说一遍。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你要是不服气，就去找老板啊！我看你这个无业游民能不能耗得起，怎么跟公司斗？是吗？你这种不懂法的迷之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以为公司是你说了算？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协议签了吧。眼下1分钱没回到公司账上，现在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更不可能有钱赔给你。你这样赖着不走，对谁都不好。再说这圈子就这么大，闹得太僵，最后倒霉的人只会是你。现在这大环境，你不知道外面的工作有多难找吗？要是被调职，公司随便说你几句，我看你就一辈子喝西北风去吧。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对你这种没有真才实学，只能靠关系上位的人来说，想要做到这么高的位置，确实挺难的。李晨没有在公司闹，直接去劳务仲裁了。他准备的证据充分，仲裁委受理了他的案件。在审理期间，陆总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圈里到处散布李晨的坏话，让他在圈里的名声严重受损。陆总以为李晨很难再找到工作，可是李晨离职那天便入职了舅舅的公司，并主动申请负责和老公司的酒店项目。上任第一天，他直接来到了工地。令他没想到的是，陆总和陆浩也来了。陆浩一看到李晨，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哟，瞧瞧这是谁啊？这不是我们的大建筑师啊？怎么在建筑设计圈混不下去，来社工单位当资料员，还是来工地搬砖了？你要是现在跟我们认个错，我还可以在甲方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干点轻松的活。没想到在甲方的地盘上，你还是不知道避讳啊！看来以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呀。闲杂人还是赶紧离开吧，这里是别人开会的地方，不是你这个泥腿子来的场合，真是拉低了档次。甲方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次机会，你还是抓紧滚蛋，别在这捣乱。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没资格来这里开会？你们狗眼看人低的本事倒是一点都没变啊！你的嘴还是那么硬，我劝你还是赶紧滚开，要不然等会甲方的人到了，再把你赶走，那你的面子可就真的没地方放了。你丢面子不要紧，不要影响到我们的项目。陆浩拦着不让李晨进门。此时其他参会的同事也陆续到了，为首的便是项目经理老许。陆总看到来人，立马换上笑脸迎了上去。许总，您辛苦了，这大冷天的还要麻烦你来一趟。老许看了一眼李晨，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陆浩又对李晨骂道：臭小子，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没看到大领导都来了，你怎么还跟个死人一样杵在这里呢？还不赶紧滚开！是啊，这工地的施工单位领导也不来管管，就这么放任员工在这里捣乱吗？老许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人，不知道两人是哪根筋打错了。李总，我们刚刚去工地巡查了一圈，发现了一些问题，等下会议上我和您说一下。好，先进去吧。李晨笑了笑，带头走进了会议室，而陆浩两人却还傻傻地站在那里。怎么，设计方不打算进来开会吗？一直在门外站着做什么？别耽误时间，快点进来吧。好的。开会之前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李总是总部派来主管本次项目的集团副总，今后项目的一切重要事宜都要经过马总批示才行。此刻陆总的脸色难看至极。好了，废话我也不多说了。关于设计方给的图纸，我最近看了一下，大大小小的问题差不多有上百个，我已经发到各位的手上了。陆总，你是不是要给我个解释？这，还是让我们项目负责人陆组长跟您解释一下吧。两人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李晨不耐烦道：既然你们无法解释，那就认定是你们设计的问题了。设计方要承担主要责任，造成的损失全部费用从设计费里扣。而且根据合约，如果你们在剩余规定期限内无法给我提供满意的方案，那就算你们违约了。这怎么？陆总还有什么高见吗？没有。那就好，你们最好用点心，不要觉得能糊弄过去。我们项目一大堆人都抢着做，你们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赔偿，然后滚蛋。自从知道李晨是甲方集团的副总后，陆总就通过各种渠道想邀请他吃饭，可李晨就是不给他机会，尤其是图纸，几乎重心画了10几遍。小陆啊，你这方案怎么回事？怎么越改越差了？你不是海归吗？怎么就这一点水平？我看在以前同事的份上，已经给了你们很多次机会，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足足拖了几个月，你知道这其中的损失有多大吗？再改不出我满意的方案，你们就等着违约赔偿吧。到时候可别说我不帮你。李总，我马上就改，保证让你满意。那个回款是不是应该打给我们了？耽误工期的损失我还没跟你算，你还有脸要回款？等你把方案改过了再说吧。第二天陆浩没上班，听说是生病，请了很长时间的假，暂时把项目给了其他人负责，还顺便去了甲方的公司总部举报了李晨，说李晨因私人矛盾故意挑刺，致使项目停滞不前。外甥啊，你以前公司的那个陆浩来总部告你的状了，说你以权谋私呢。他脑子没坏吧？
这个陆组长估计是被你给逼急了，病急乱投医。那是他自找的，非要逞强当什么技术负责人，不懂技术还要做技术管理，纯粹自找苦吃。几天后，李晨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刚告完状出来的叔侄俩。我听说陆组长生病了，可是我看你这脸色也没啥问题啊，要是好了就赶紧回去改方案，我已经帮你们争取了很长的时间了，再拖下去我也帮不了你们。你小子别太得意，不要以为你现在身居高位就目中无人，你这公报私仇的做法我已经投诉到你们总部了，你就等着吧。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其实我早就可以按违约处理你们，但我还是给了你们这么久的时间改方案，可你们一直都没有改进，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玩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以后不用一次次来总部投诉了。你们不觉得我这么短时间就能做到这么高的位置，觉得奇怪吗？麻烦你们稍微打听一下好吗？集团老总是我亲舅舅。好了，这场游戏差不多也该结束了。李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累了，不想再陪你们玩了。当天下午，集团的法务便直接找上门了。你好，贵公司陆浩接手这个项目以来造成的所有问题，以及因此给项目带来的巨大损失清单，我都已经发给你们了。还有你们给予我方原项目负责人的好处，以达到拖延规定期限换取利益的行为，导致建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证据。鉴于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当初签订的合同，层层外包，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问题，无法继续合作，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无法按照合同办事造成的违约金，现需要你们按照合同支付相应的损失。此时的两人万万没想到，以为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裁员会导致自己落得如此境地，而如果李晨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面对公司的严重不公平待遇，该多无助。麦哥，能不能再缓缓？麻烦您跟项目的负责人再求求情，多宽限几天啊！抱歉，我只是来传达公司的决定，稍后我司将发出律师函，有任何问题法庭上可以提出来。最后经过审理，陆总的公司因付不起天价赔偿倒闭了。陆总作为法人被关了小黑屋，陆浩也是第一时间跑路，不过也没有哪个公司再敢用他。陆总，你为什么降我的职？我好像也没做错什么吧？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公司离了谁都能赚。李晨突然被降职，老板却这样对他说，女友也因为抱上了老板儿子的大腿，弃他于不顾。李晨，对不起，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我已经和陆浩在一起了，希望你以后别再来纠缠我，咱们好聚好散吧。李晨没有反驳，也不难过，依然选择了辞职。当他再次回来时，带着租房合同跟即将破产的公司老板说：“你好，收租。”他们不知道的是，公司所在的整个大厦都是李晨家的产业。一大早刚到公司，李晨就接到了自己被降职的通知，身边的同事议论纷纷。李晨怎么突然被降职了？咱们公司就属他的能力最强，现在他从主管变成小职员，我们的老板脑袋是被门夹了吗？李晨眉头一挑，确实也有些疑惑。他在公司兢兢业业干了3年，拉来了几个大项目，才得来现在这么一个主管的位置。现在突然被降职，完全没道理。负责人事调动的梅姐跟李晨关系不错，此刻也叹息道：“李晨，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姐劝你一句，你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李晨听懂了梅姐的暗示，直接问道：“现在的主管是谁呢？”梅姐一脸的无奈：“是新来的实习生陆浩。”李晨索性冲进老板办公室，还没等他开口，老板先说话了：“小李啊，你来公司也有3年了吧？”李晨一边点头，一边述说自己3年来为公司立下的赫赫战功。有些项目不一定是你拉来的，可能就是甲方看我们公司很有发展前景的，这才跟我们合作的。年轻人不要太骄傲了。那陆浩呢？他刚来公司半个月，什么活都干不好。陆浩凭什么能当上主管呢？这样的人又凭什么替换我的位置？老板一拍桌子，满脸嘲讽地说道：“就凭他是我的儿子，这人跟人生下来注定就不一样。这是我的公司，我怎么做事的还用不着你来教。以后他还要继承我的位置，你如何能跟他比？”眼见老板露出真实的嘴脸，李晨也怒了。老板，恕我直言，你这样的偏颇做法只会伤了公司一众老人的心，而且用人用的不好，最后遭殃的还是工资。再说你儿子是什么德行，你比谁都清楚，你最好考虑清楚了。我这不是没让你直接走人吗？以后那些活你继续干着，但是工资不能按以前那么发了。本来你的月工资是2万5，现在你的工资只有6千，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要是觉得能干就干，干不了就给我滚蛋。有能力的人比比皆是，你以为我会稀罕你吗？不干就不干，我还不伺候呢。小雅，你可要想清楚了，我在这行多少还是有些话语权的。你出了这个门，我看哪家公司还敢要你。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出了老板办公室后，李晨给女友发了条消息：“芳芳，我辞职了，你走不走？”虽然是询问，但李晨也没想过他会拒绝，可他一直没回复。于是李晨直接到他的部门去找他。李哥，芳芳今天请假了。请假？为什么请假啊？李晨一脸的纳闷，还是继续给女友发消息：“你今天怎么请假了？没出什么事吧？我离职了，要不要跟我一起走？”这次女友回复了：“分手吧。”李晨打了一连串问号过去，结果显示已经被拉黑了。此时他一脸错愕：“什么情况？就因为我离职了，还是我被降职了？”等李晨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拉黑了。正当他纳闷时，却发现组里的成员都眼神复杂的望向他。梅姐，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吧。
李晨接过手机，是1个小时前女友新发的朋友圈，十指交缠的双手，配文是终于遇到了对的人，而他口中那个对的人，照片里的男主角赫然就是陆浩，底下评论都是恭喜的话，只有李晨组里的几个成员发了一堆问号。芳芳，你什么意思啊？你有考虑过李哥的心情吗？不好意思，真爱是无法抵抗的。哼！李晨冷哼一声，其实他并不意外，在陆浩刚进公司那天，老板一脸骄傲的介绍是自己儿子时，李晨就看到芳芳的表情已经不对劲了。什么真爱？不过是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嫌贫爱富罢了。这俩人也太不要脸了，最近的项目都忙成这样，他俩还在秀恩爱。别说了，李哥还在这里呢。我就是为李哥抱不平啊。李晨轻笑了一声，让大家都放松一点。其实要我说，这是件好事啊，看透一家公司和一个拜金女，这是双喜临门的好事，你们应该恭喜我才对啊。哎呦，有些人就是嘴硬，明明工作和女人都丢了，却还要自我麻痹，强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指不定晚上回家还要躲在被窝里偷偷哭呢。听到这件嘻嘻的声音，李晨抬眼一看，果然是陆浩，旁边就是芳芳。陆浩正一脸得意的看着他。是吗？这才没多久你们就回来了啊？看来你也不行啊，也正好我早就对他不满意了，就送给陆大公子了。听李晨这么说，陆浩像吃到了苍蝇，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小子，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啊？快给芳芳道歉，要是芳芳生气了，你的职业生涯就完蛋了。我有说错什么吗？你们都能站在这发言，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李晨，我知道你短时间内接受不了我离开你的事实，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能力强又怎么样？陆哥是生来就站在云端的人，你就算努力一辈子，都到不了人家的起点，所以你还是认清现实，别跟陆浩对着干了。没错，小子，我早就看你不爽了，你不就是我爸手底下一个小主管，还敢跟我叫板，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今天我过来，就是特意赶回来看你收拾东西，狼狈滑稽的样子。说完他走过来，又小声对李晨说，见到你这副可怜的样子，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其实我爸没想让你这么快滚蛋的，可你知道你是怎么惹他要的吗？就是你的芳芳告的状哦。他说你整天在公司骂骂咧咧，耀武扬威，说我爸不会做人，还吐槽公司的规章制度一点都不合理。你说我爸怎么可能继续留你下来呢？李晨打断了他，一脸严肃地说，我说就是不合理，而且如果只是制度不合理也就算了，再加上老板眼瞎那就没得治了，这样的公司迟早也要倒闭。这样的公司也容不下你，就算要倒闭也不关你的事，你一个打工人哪来那么多自己的想法？李晨还想说什么，这时候老板的声音从办公室传了出来，都进来开会。又要开始了，经常开一些对公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会，有什么意思呢？只是彰显老板的权威罢了。李晨没理会他们，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边收拾边听到里面陆老板的声音传来。那个我简单说两句啊，有些人呢，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仗着自己有那么几分运气，侥幸揽了几桩大生意，就开始在公司作威作福，还敢质疑我这个当老板的决定，这样的搅屎棍，我们公司绝对不要。无论是给谁降职升职，你们都要相信公司的决策，我这么做肯定都是有原因的。那个芳芳，你起来说说，我为什么要开除李晨？老板，李晨这个人看上去能力是强，可态度散漫，平时到点就下班，十分不利于公司风气。像我们做员工的，就该有为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觉悟才行。说得好！陆浩的一声叫好，配着稀稀拉拉的掌声，也算是说给李晨听的。这时手机咚的一声，是先前的组员拉了个群聊。太恶心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什么时候咱公司能把精力放在业务上，而不是捧老板的臭脚上？流水能加一倍，也不用指望李哥去拉单子。就是笑死了，才给多少钱呢？1个月3500，还想买我的命啊！不过李晨，你真要走吗？没事，我有办法。梅姐叹了一口气，但她不知道李晨是真的有办法。公司租的这块地都是李晨家的，少我多少工资，我就多涨几倍房租，看看到底谁吃亏。走之前，陆浩还不忘嘲讽李晨：“哎呦，有些人天生就是下等人的命，有能力又怎样？不如我投胎的好啊！”李晨没有理他，只是给老总的父亲发了条已经离职的短信，然后找人帮忙处理了租住房子的东西后就回家了。你终于舍得回来了，我早就让你直接接手家里的公司，可你非要和那个女人一起吃苦，何必呢？爸，你不知道，芳芳在大学的时候就不怎么好好学习，只知道沉浸在人际关系上。我知道以她的本事进不了咱们家的公司，但我也不想搞裙带关系，也是自愿和她一起去面试。等我有本事了再回来接手公司，告诉芳芳我真实身份。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她竟然是个拜金女。要我说这样也好，要是把这样的女人娶回来，那真的是后悔莫及。儿子，你就别难过了，老爸送你个礼物，以前公司那座大厦送你了，你自由发挥，整死那个敢欺负我儿子的小老板，芝麻大点的公司也敢口出狂言。还有那个女人，以后别跟她来往了。谢谢你老爸，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也老大不小了，总之这口气我咽不下，赶紧让陆家破产吧。怎么又要涨房租啊？能不能通融一下？前几天还在李晨耳边嚣张跋扈的陆总，现在却语气谄媚的给他说话。不是我不给，只是这几年公司生意不景气，我们这小公司处境也难啊。李晨可不是那种心善的人，更何况是对他这种人，于是不紧不慢的说道：“就是这个数，你爱租就租，不租就滚，房子没了你，大把的公司要租。”好好好，等我凑一下钱，马上就交。公司其实早就入不敷出了，之前也是靠李晨那几个项目撑着，其他人都是一些溜须拍马之辈。
但自从李晨走了之后，和他同组里的几个成员也离职了，对接的几个项目也黄了。果不其然，这天梅姐对李晨说，公司最近生意不景气，准备大裁员。李晨笑着问，没把他儿子先裁了呀？要我说，他就是个祸害。哎呀，别提了，陆浩上位之后啥也不懂，只知道在那里瞎指挥，给公司捅了不少篓子。他肯定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出事了就让员工背锅，因为这事又气走了几个能扛事的员工。就陆总那眼光短浅的人，简直是自作自受。报应来的真是快啊！照这个情况下去，不出几个月，公司就得破产。到时候我要让他们都哭着来求我。果不其然，公司没坚持多久就破产了，芳芳想嫁进豪门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此刻正懊悔不已。